军费增长了370亿，蛋糕也不能给盟友。美国能否自己包揽3/4的国防合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美国当地时间周三下午初步批准了在2023财年中给五角大楼预算增加370亿美元的一个请求。该预算请求呢，将为额外的舰艇、飞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反导系统、弹药，还有弹药技术改进等增加资金。新的国防部预算将从7730亿美元增加到8100亿美元，这将是国防部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预算了。根据预算，要增加建造一批舰艇、飞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还要增加一些弹药生产能力，增加很多的弹药库存。不过呢，美军装备贵，所以有些议员觉得还是不满足。比如说，一艘伯克3级驱逐舰，这个预算里边要增加耗资12亿美元，而要增加一艘星座级护卫舰，就要多提供24亿美元资金。这一艘护卫舰的这个费用就顶2艘伯克3了。另外呢，还有3亿多美元要用来保住5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美国海军淘汰他们的计划就没有成功。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已经怒了，说唯一的赢家就是海军维持这些船只所依赖的承包商。另外还有5亿多美元是追加给乌克兰的。无论如何，确实是各种承包商会高兴一些，因为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各家厂商都需要这个目前空前强大的庞大预算来填补自己的胃口。增加的这370亿美元可能都不太够，所以美国还有位议员，就是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唐纳德·诺克罗斯就提出，计划通过众议员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提出更严格的美军买美国货的要求，目的是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和制造业，并且希望2029年之前逐步实现联邦签订的各项合同中75%的合同留给美国厂商，其他国家的产品呢只能占25%。而且它有依据啊，去年拜登就在参观美国汽车制造厂的时候说过呀，要振兴美国制造业，刺激就业增长。他宣布要通过美国政府更多购买美国货这么一个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拜登讲话说，近年来购买美国产品已经成了一个空洞的承诺，拜登发誓要把美国政府购买美国产品变成现实。而且美国这位众议员还认为，由于疫情问题，海外供应链那条大腿断了，所以原来转移到国外的制造业和服务现在必须要回到美国。其实购买美国货这个口号当年特朗普就嚷嚷过，2017年就把美国国防工业的全球伙伴吓一跳，因为过度强调购买美国货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工业合作打击很大。比如说美国排斥了一些国家的产品，那么这些国家也可能同样减少购买美国军火，那就不仅仅是供应链出问题了，恐怕很多海外市场也不见得能保得住。那么不仅原来说的增加就业没法实现，很可能导致生产需求降低，从而迫使美国工厂裁员。但是特朗普的口号好听啊，所以拜登也要跟着这么说。但是从去年开始，美国有25个盟国的武官就开始要求美国参议院能够反对美国的相关立法，说如果美国向盟国开放市场，某些军工产品会更便宜，质量还会更高。说白了，这么多盟国都想分美国国防部这个大蛋糕。然后诺克罗斯这位议员就跟这些国家的武官们斗智斗勇，他说呢，这25个国家不用担心，他们都是跟美国有互惠国防贸易协定的，这些国家会被豁免，不受到新的立法限制。他说要限制的就是要限制中国，要减少美军装备中的中国制造。不过貌似这些国家的武官都觉得可信度不高，因为你美国这么多装备是跟这些盟国联合研制的，可不是跟中国联合的，所以这些国家的武官认为必须重新立个字据，需要有更强力的立法保证。所以说到底啊，即使是增加了370亿美元的军费，还是僧多粥少。好，美国军队买美国货为什么在美国成了美国的政治错误？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